Hello，大家好呀！民间信仰的妈祖，北宋时期的李默娘原来是佛门弟子。传闻李默娘皈依大悲庵的金光上人之后，金光上人更是传授绿度母观音和慧基金刚法门给他，并在他努力修行后有了神力，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最具有超强加持力的绿度母，作为极具特色的佛母形象。代表着慈悲与智慧的象征，以救人脱离灾难著称的绿度母，是闻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现。根据记载，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已经普救了无数众生。可是有一天，观世音菩萨用他的慧眼观察六道众生，发现受苦的众生并未减少，顿时心生悲忧，双眼流出了眼泪，右眼的眼泪变成莲花，莲花又变成了绿度母，而左眼的眼泪则是化现成白度母，总共变出了21尊度母。而度母有许多不同的化现，包括有21度母、500度母等等，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而妈祖修持的绿度母法门，为什么具有超强的加持力呢？绿度母为什么是绿色的呢？关于绿度母有很多传说，还有许多真实的事迹，更是为此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。其中，尊贵的阿底峡尊者随身携带着会开口说话的度母佛像，那就一起来了解。故事开始前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绿度母又称多罗菩萨或者圣度母，英文是 Gwindala， 守护苦难众生的多罗菩萨，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都认为多罗菩萨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而绿度母在藏传佛教是被极为尊崇的本尊，更是密宗观音部的佛母，共有21尊，所以有21度母的尊称。相传白度母和绿度母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两滴眼泪所化现，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右眼的眼泪所化现的，代表着智慧，而左眼眼泪化现的是白度母，代表着慈悲。而大悲观世音菩萨无量劫前来救度众生，但是众生仍然常沉迷于五欲生死苦海中，以及轮回六道里，受着无量的痛苦。前面说的五欲，指的是财色、名、食、睡这5种欲望。而观世音菩萨因为悲悯伤生，因此不由得悄然落泪，而左眼的眼泪顿时变化出白度母，右眼的眼泪变现出绿度母，各自合掌，恭敬地向观世音菩萨重声说道：菩萨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等发愿度化一切流转生死苦海的众生，为菩萨分担救度众生的悲愿。因此，度母是观世音菩萨悲泪的化身。在藏传佛教中，绿度母被认为是最早也是极为重要的度母。21度母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在许多寺庙和唐卡中，绿度母形象被描绘成通常是一位妙龄美丽的女性，体态绝美，手持莲花，端坐在莲花上，全身犹如翡翠的绿色，绿意盎然，象征着青春和生命的永恒。此形象也常出现在吉祥物、护身符和贡品中。那为什么是绿色的呢？因为绿色代表着生命和希望的含义，这是万物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，有种欣欣向荣、绿意盎然的感觉，将一切具有灰暗绝望的色彩杜绝在外。而度母的意思，度是度化，自度而度人，是助人工作的本质；母是德性，是以母性的厚德之道与本源的根性，来表现大千世界的含容心。由于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也是诸佛事业的化现，他于因地发愿，在轮回未空之际，与女生度化一切众生，所以他非常的慈悲，而且加持力迅速，因此又被称为树有母。因为绿度母也是21度母之首，结合了21尊度母的所有功德与能力，强大到可以消除眼前的一切苦难，满足一切众生的善求善愿。据说供奉绿度母能够解除8种苦难，因为慈悲的绿度母的发愿，并化现各种身相和眷属，
救护8种恐惧，因此又被称为救8难度母。其中8难分别指的是尸难、象难、蛇难、非人难、火难、水难、盗贼难和暴君监狱难。这些都是在以前和现在的世界各地仍然存在的许多人的恐惧，被称为外在的恐惧。而8难如果向内，则是指的救护人心，远离怀疑、欲望、贪念、嫉妒、仇恨、谬论、虚妄和傲慢等人的内在邪恶之难。西藏人民深信绿度母本尊会护持妇女和幼儿的功德，若能身心祈祷修持，其加持和庇护将时刻于周围环绕。而尊贵的大宝法王开示时说，绿度母是成就事业的佛母，所以它能够承办一切的成就，消除一切的疾病、灾难、痛苦与障碍，并增长福、入寿、财、智慧、德能、怀柔一切3界，并诛灭一切人与非人等一切的怨魔以及种种的鬼魅等等，一切的业障皆可以消除。那绿度母为什么具有超强的加持力呢？目前的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绿度母的唐卡。绿度母的形象是一面二臂，全身绿色，与五方佛中的不空成就佛的身体颜色相同，而不空成就佛代表着诸佛的事业，因此绿度母则是代表了三世诸佛的化现。绿度母的头上戴着五佛宝冠，身上穿着天衣，有着璎珞珠宝装饰，双手各持乌巴拉花和结印，并端坐在莲花座上，左腿单盘，而右脚微微伸出，踩在一朵莲花上，表示随时准备起身救度众生。而绿度母的这一形象与其他度母有着明显的区别，可以再看一下图片。绿度母手持的乌巴拉花，上面既有果实，也有盛开的花朵和花蕾，其中果实代表着过去佛，花朵则是代表着现代佛，而花蕾则是代表着未来佛。因此绿度母加持力异常的大以及迅速，现今修持法之成效最为迅速，加持力大，胜过一切法。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有一点，可以帮助行者消除在修行道路上遇到的障碍和恐惧，帮助获得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修持绿度母法，能断生死轮回，成就极速，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，命中将往生极乐世界。不过不知道荧幕前的你有没有发现，非常特别的一点，度母是以女生的形象来度化众生的。在佛经中记载，很早以前，当时度母是一位公主，名字叫慧月。在当时，古印如来佛也就是不空成就佛出世，慧月公主供养不空成就佛和僧众百千万年。在供养以后，僧众更是劝她以此善根发愿获得男生。此时慧月公主却说，这里没有男性也没有女性之分，没有自我，没有他人，甚至没有新意识，男性和女性只是个名称，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，是世俗的愚昧让人们产生了这样无谓的分别和区分。随后慧月公主更是发了3大愿。第一个，世界上很多佛陀都是以男生度众生，我发愿与女生度化众生。第二个，愿我每天度100万众生。第三个，愿我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中出现，分担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事业。而在慧月公主发愿完后，于无量岁月精进修持，最终成佛时，是以女生成就了大愿。绿度母还有很多神奇的事迹，那就一起来了解。首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照片，这是当年尊贵的阿底峡尊者不离身的度母佛像。据说此佛像曾开口与尊者交流，现在供奉于西藏拉萨度母寺中。而阿底峡尊者终身修持度母法门，随身携带的度母佛像更是常开口说话，并指导尊者四处弘法。而关于绿度母的神迹传说还有很多，据说在西藏大昭寺，尊贵的帕斯巴大师曾经去大昭寺拜佛，在经过绿度母的壁画时，
他把一条哈达搁在地上做供养。这时，壁画中的绿度母开口说：“你把哈达供上来，不要放在地上。”这是一个口耳相传、非常可靠的事迹。因此，度母是非常灵的本尊，而且在西藏历史上，藏传佛教中描述到，唐朝时期著名的和亲文成公主被称为是绿度母的化身。根据佛典记载，现今的五浊恶世末法时代最适合修持度母法门，而且成效力见，加持力之大，胜过一切法，堪称为满愿及除障最具力的法门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，点赞订阅是给予我支持的动力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！